黄金。6000年前，人类就抱着它下葬，今天它仍然是全球央行最重要的储备资产之一。但是过去这一年，它的走势把很多人都给看懵了，一会儿暴涨，一会儿回落，你买了它跌，你卖了它又涨。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件事儿讲清楚。最近这波黄金啊，真的把很多人看懵了。你会发现它不是简单的涨，也不是简单的跌，而是呢涨一段回来，再涨再回来。很多人开始困惑了，不是说好了黄金是避险资产吗？世界一乱，它难道不应该一路往上冲吗？为什么这一次它偏偏走得这么反复，这么别扭？有这种困惑非常正常，因为这次啊，黄金同时面对的不是某一个变量，而是好几股力量在同时拉扯它。我们看啊，第一股力量呢，就是避险情绪，地缘冲突升级，战争风险上升。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金融记忆，就是世界一旦开始动荡，那就先买黄金。这一点呢，没问题，方向很清楚。但是问题来了，这一次呢，战争和油价一起上来了，油价一涨，市场马上开始担心另外一件事儿，就是通胀会不会重新抬头呢？通胀担忧一来，大家就开始盘算了，那美联储会不会更加难以降息啊？高利率会不会撑得更久？而高利率抢美元对黄金其实是不友好的。为什么呢？因为黄金本身不升息呀，当美元走强，实际利率抬升，那么资金就开始重新衡量了。我为什么不先拿美元资产呢？为什么不去拿收益更确定的东西呢？所以你会发现一件有点奇怪的事儿，就是同一场冲突，可能同时利多黄金，也利多美元。这就是最近黄金最让人看不懂的地方，两个方向都有逻辑，但是逻辑还在互相打架。那还有第三股力量，就是仓位和去杠杆。黄金前面已经涨了很多，这个时候呢，只要市场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有些人就会先做一件事儿，出货。注意啊，这些人不是因为看空黄金才卖，而是他们在别的地方出了问题，需要先把最容易变现的资产换成现金，而黄金的流动性最好，所以剧烈波动的时候，它反而会被优先卖出。那我们把这几股力量拆开来看，你会发现最近黄金的走势其实就是先因为避险而涨，再因为美元走强，降息预期退潮而跌，然后因为风险没有解除，有人逢低买回来，接着只要美元再强一点，油价再高一点，黄金价格又被打下去了。黄金价格最近反复，不是因为它失灵了，而是因为推动它涨和压制它跌的那些力量同时都很强。黄金太敏感了，同时在反映着地缘风险、美元强弱、利率的预期、通胀的担忧、资金的情绪和去杠杆的压力。只要这些变量的方向不一致，那么黄金呢，就一定不会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线性的涨或者跌。要真正看懂黄金呢，我们先得把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解开，这就是很多人习惯用看股票的方式去看黄金。他们会问，它赚钱吗？分红吗？它有现金流吗？它凭什么值这么多钱？但是问题是，这一套的问题方法呀，本来是看股票的方式，而黄金呢，不是股票。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讲清楚黄金和股票的最根本区别，那就是股票是增长逻辑，黄金是信任逻辑。股票背后呢是企业的利润，未来的增长是现金流；债券的背后呢是发行者按时还本付息的承诺；法币的背后呢是国家的信用、财政能力、制度安排和强制流通。但是黄金不一样。黄金不是谁给了你什么承诺，它不是某家公司未来会赚多少钱，也不是某个国家一句话就能无限增发印出来的那些账面的数字。黄金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种不完全依赖单一信用主体的资产。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解释了黄金平时看起来效率不高的原因。世界平稳的时候，大家喜欢追逐增长更快、收益更高的资产，黄金在那段时间就会显得有点笨。但是一旦这个世界开始出现了债务压力、通胀担忧、地缘冲突、货币信任的动摇、制度不确定性的上升，那么黄金就会开始重新变得重要。
因为它不是高收益的承诺，它更像是当别人的承诺开始变得不那么靠谱的时候，你手里还握着的那块不完全压住单一信用的东西。黄金不是最会进攻的资产，但它常常是在系统开始摇晃的时候重新被需要的那种资产。好，那就算黄金是信任资产，为什么偏偏是黄金，不是铜，不是铁，不是别的金属？这里面既有物理性的原因，也有人性的原因。我们先说物理性啊，黄金这个东西呢，非常的特别，它非常的稳定，不容易腐蚀，它延展性强，便于加工，它的价值密度极高，一小块就能够承载很高的价值，它还比较容易识别，在自然界中呢，常常以比较纯的形态出现。我们仔细想一想啊，一个东西既漂亮又稀缺，还不容易坏，又方便保存，还便于分割和携带，那么它天然就会同时承载两种角色：第一，财富象征；第二，价值储存。光是这2点加在一起啊，就已经非常罕见了。但黄金更特别的地方在于，它还不只是有用，它还特别容易被人类赋予情感、权利和安全感。很多金融资产是后来才被市场赋予意义的，你得先拥有一套非常复杂的制度体系，大家才会认可它。但是黄金不一样，它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同时承载了人类的审美、权力的想象、财富的象征、传承的观念和对安全感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哪怕今天我们早就不用黄金去买东西了，但是一想到不确定性上升的时候，大家本能的还是会想到它。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金早就不只是一种金属了，它是被人类文明长期反复确认过的可以存放价值的东西。黄金和钱为什么能够长期的绑定在一起呢？一个东西既要承担钱或者钱的锚的角色，那么至少就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不能太容易坏；第二，不能太容易被制造出来，得有稀缺性；然后还得容易被识别，让大家都知道、都认可。还得便于切割、称量、储藏和转移。黄金恰好在很长时间内都满足这些条件，所以在人类历史的相当长的时间当中啊，黄金不只是贵金属，它也是价值该怎么被存住、被转移、被衡量的一种自然答案。在这里我要讲的更准确一点，我们不能说人类货币天然是黄金，这个话太绝对，因为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时代，货币的形式还是非常多样的。贝壳、铜、银、金、纸币、信用货币都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黄金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非常适合做更高级的财富储藏、储备和定价锚。它不是最方便做日常小额交易的东西，但是它是货币背后那个更难以被轻易稀释的参照物。这里有3个关键的节点啊。第一，金属货币时代，金银直接进入了流通，本身就是钱。第二，经典的金本位时期，货币和黄金的关系被制度化了，黄金成为整个货币体系的锚。第三，布雷顿森林体系，二战后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再跟美元挂钩，黄金坐在国际货币体系最深的那一层，直到1971年尼克松宣布终止美元兑换黄金，这一切才正式的结束。所以黄金今天虽然早就不是我们钱包里的日常货币了，但它并没有真正的退出金融世界，更准确的说，它是从前台的钱退到了后台的锚。黄金退出了人们日常的流通，却没有退出人类对终极价值锚的想象。如果你觉得买黄金只是普通人的情绪行为，那我想带你看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各国央行这些年都在持续的买黄金。央行不是散户啊，不会看个热搜就冲进去，他们买黄金背后一定是在回应着某种更深的制度焦虑。我把它拆成3层来理解。第一层呢是分散储备。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外汇储备如果过度的集中在某一种资产、某一种货币上面，本身就是风险。所以央行持有黄金最现实的理由就是不能把所有的安全感都压在某一种货币、一套体系、一个发行者身上。第二层呢，黄金不是别人的负债，很多金融资产本身上都是别人的承诺，你拿着债券，别人答应将来还你。你拿着货币储备，本质上呢也是建立在某个国家的信用和制度安排上的。
一旦他们违约了，那这些东西就不复存在。但是黄金不一样啊，黄金不是任何人的负债，它也不是某家公司欠你的，更不是某个国家答应还你的。在一个高债务、高财政压力、高地缘不确定性的世界当中，不是别人的负债这件事儿本身就越来越值钱。第三层呢，是地缘和制度不确定性的上升。当地缘关系紧张、制裁风险上升的时候，那么各国央行都会越来越在意哪些资产是高度依赖别人的体系的，哪些储备在极端情况下是会受制于人的，哪些东西是我真正能掌控、能够确认归属的。那黄金就恰好在这种时候会重新显得重要。所以央行买金啊，绝对不是在怀念金本位，他们都是在重新思考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在这个不确定性越来越高的世界当中，什么才是真正不依赖别人承诺的储备？如果连央行都在重新给黄金定价，那么黄金就绝不只是一个情绪的故事。讲到这里，我终于可以回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黄金现在是该买还是该卖？我想说呀，黄金最重要的问题从来都不是短线的涨跌，黄金真正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你想到底拿它来对冲什么。如果你把黄金当成短线的交易品，那我提醒你，最近这样的市场是非常容易两边挨打的。消息一变，美元一动，油价一拐，利率预期一调整，那黄金的价格方向可能会立刻反转。如果你要把黄金当成短线交易的话呢，就必须接受它最近不会让你特别舒服的那种状态。但如果你买黄金是为了做长期的资产配置，那么你要问的不是现在要不要追，是不是金价已经涨得太高，而是你的资产里面有没有一部分是专门用来对冲系统不确定性的。你可以不喜欢黄金，也可以认为它的长期收益不如股票，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债务更高、地缘更乱、货币和信用更容易被重新定价的时代，你至少要认真想一件事儿，就是我的资产是不是过度的集中在单一增长叙事、单一信用体系、单一市场上面了？如果答案是，那么黄金的意义可能就不是让你暴富，而是让你的资产结构不要那么脆弱。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黄金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现在买不买，而是放多少，放在什么位置，为了什么而放。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持有很多的黄金了，而且最近这段时间的波动已经把你折磨得很难受，那你要想的可能不是去赌下一段的行情，而是要看看黄金在你的整体资产配置计划当中是不是已经超出你最初的计划比例了。如果你本来的黄金仓位比例很低，甚至几乎是没有，而你又越来越感受到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在上升，那么你要思考的也不是今天的金价到底是不是最低点，而是在我的组合当中是不是需要配置一个完全不依赖单一信用、单一叙事的缓冲层。所以回到今天最开始的问题，黄金为什么最近一会儿暴涨一会儿回落？因为它同时在反映风险、利率、美元、信用、市场情绪和资金流动，这些力量的方向不一致，它就不会走得很顺。黄金为什么能够长期被人类偏爱？因为它不只是金属，它同时承载了人类对于财富、美感、权利和安全感的长期想象。为什么今天各国央行还在继续囤黄金？因为在一个高债务、高冲突、高不确定性的世界当中，不依赖别人承诺的储备这件事儿正在重新被定价。所以黄金真正难懂的不是它的价格，而是它逼着我们承认一件事儿，在这个时代，钱的安全感已经不能只建立在单一增长的故事上了。成熟的资产配置不是把所有的钱都压在最会涨的东西上，而是在你看不清未来的时候，先给自己留出一部分不依赖单一叙事的安全垫。好，关于黄金我们就讲到这里，我是苏涵，下期见。